哎，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彩铃我顺利甩下一男子。3月17号早上4点25分，迎着北京的一缕晨光，俺家老二诞生了。你说我究竟有多么爱我的粉丝呢？我说让我粉丝给孩子起名，就让粉丝给孩子起名。就是我之前有一个视频，向大伙征集宝宝名字的时候，我有一个有才的粉丝在评论区说叫张拿铁，寓意就是加拿大和铁岭的结晶。我又是一个一天拿着咖啡壶对瓶吹的人，所以我特别喜欢，就叫拿铁，张拉泰。因为我的大胖媳妇还在加拿大来不了嘛，我自己剪断了俺家孩子的脐带，此物 Q 弹而尽道。我很纳闷，舌尖上的中国为啥没有一起讲讲胶针脐带或者虎皮脐带呢？我这次生产吧也挺梦幻的。16号晚上有2个朋友来我家吃饭，吃完饭我还在那录视频素材呢，也没有别的症状，就是肚子老紧，假性宫缩。当时我还责怪自己的妇道呢，我寻思张彩玲，你是不是瞅你这姐们带来这画家对象长得越瞅越像胡歌，你就使劲加宫缩，能不能咱说矜持一点？结果人家这一对在俺家吃完饭了，一关门老戏剧了，真的就是门咔嚓一关，给我羊水就摔出来了，我就听哗啦一声，当时我脑袋里出现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啊，漓江的水真绿啊，绿的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其实按照正常计划吧，是我妈从铁岭来北京陪我生，但当时离预产期还有12天呢嘛，没寻那么早，计划是第2天她来跟我爸进行一个交接，所以当时家里吧就我跟我爸俩人。我爸从厨房里出来，手里还端只鸡，看我傻呢了，完问我你咋还拉了尿呢？我说要是按照这个电视剧的情节来看呢，我应该就是要生了。我爸说为啥呀？因为你随地大小便呢。我说爸，这个好像叫羊水破了。但是我爸呢就是一个干净利索的母婴白痴吧，就是他就一直跟着我，就一心想把这地拖了。后来我勒令这老头下楼就给我打车去了。其实我吧还一直有个梦想，就是骑着小电动去生孩子去。但是当时那个情况吧，我呢漓江的水纷飞的美，最好是兜住这开闸的腿，所以最后还是打车去了。我妈呢当时来不及来，我爸呢又没法陪我生，最后我找了一个就在北京的好朋友陪我生的孩子。小姑娘到现在连对象都没有呢，我让人家在产房陪我走了一程。第2天我妈来还说要给人介绍对象，但是我感觉这丫头后半生对婚姻家庭和亲子关系的期待已经彻底让我给毁了。哎呀，还有好多事要跟你们分享，有的是嗑唠，但是俺家这个拿铁现在属于是挂滚式喂养，他根本就不下去，所以你们不要跟他争宠啊。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一定多更新啊。哎，你知道我自从当网红第一次被粉丝深深伤害是啥时候？我跟你说正经是真伤着我了，我到现在没缓过来。上次上地下室偷汽水，那是有的月嫂拦着我，要不然我心一横，好悬没跳楼。究竟是怎样一种丧尽天良呢？你们还记着不？3月16号我发了一个视频，我当时在医院的病床上，我说我羊水破了，马上要生了，就你们等着后续报道吧。结果视频播出去1个小时，我掉了2000粉，我当时人都脆了，我想不明白，就心怎么就开溜了，天怎么就入秋了，我怎么就不明不白被你们给休了？我就纳了闷了，我说我要生孩子，咋就给2000人吓跑了呢？我也没说让你负责呀。那我也是要强人，讨喜性人格，都被推到产房了，我这6根眉头紧上锁，横卧产床上大火，感叹身边一幕幕世态炎凉的赤裸。医生说你紧张啊？我说我不紧张，我就是落寞。医生说因为没老公，我说因为没意思。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一个人生孩子，老公不在，有一种自怜之情。其实我就是想把这2000人找出来，跟他挨个唠唠。完之后麻醉师这个麻药不也打完了吗？麻药劲儿也上来了，医生就说你准备好了吗？咱们可以开始了。完事陪我生孩子这个好朋友那家老激动了，热泪盈眶的，一手攥着我的手，一手在那录啊。你准备好见你的宝宝了吗？此刻你想说什么？我当时麻药劲儿就上来了，舌头都大了，但是还是没有我的气性大。我还回答呢，谁在人马上上产房时候取过人呢？多损的！就我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能冒出这样一个感言，周围人听着都觉得就挺感叹我心能有多大。但这个事儿吧，真是就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生2胎的灵魂全是对恐惧的践踏，就生2胎都感觉自己是成熟，就心特别大。我格拉斯哥有好朋友，他们格拉斯哥可以选你是想水生还是旱生，他这俩孩子都是在浴盆里出，就是水生的。那第1胎的时候呢，有一点感觉就害怕，就进去泡着去了，出来的时候泡的跟鸡冠子似的。那2胎的时候不着急，在那个浴盆旁边就跟2个产公公就唠上嗑了。为啥叫产公公呢？就是英国不是管这个助产的护士叫产婆嘛 midwife 嘛，那这俩小伙都是男的，所以应该叫 mid husband， 就是产公公嘛。
这俩厂工比我那朋友还紧张呢，俩人往那个浴盆旁边一蹲，不对，外国人他没有蹲机，那应该是往浴盆旁边一跪，然后拿俩小网搁那等着。然后我那朋友说的，你得把网收起来，人家要甩子的鱼还没进去呢，你搁那捞啥呀？最后等到实在不行了，才缓缓迈入浴盆，这水都凉了嘛。结果这水一拔，孩子秃噜家出来了，我这朋友自己薅住的，都没用那个网。但是我这回心有点太大了，就待产包了，生之前应该准备啥了，我啥也没准备。结果就是离预产期还有12天，我不就在家突然间就破水了。然后我爸啥也不懂，还跟着我指责我不讲究卫生，随地大小便。后来我把这个自然现象跟他解释了以后呢，他就是这些年报告写多了，问我那你下一步准备干啥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啥呀，我也没破过这玩意儿。完我当时不得穿好衣服上医院吗？但是我当时那情况就哗哗的很狼狈，情急之下我就把我给二宝准备的尿不湿自己给套上了。虽然尺码略显不对吧，但是确实救了我一命。但是这个纸尿裤呢，确实是软软乎乎的，相当舒适。我这一路呢，就享受了一下老二的高级屁粮吧，就是。我还真得夸奖一下我和我儿子张大铁共同体验的这个邦宝适黑金帮。这次我给俺家老二准备的是邦宝适他家的新品，天然桑蚕丝成分的纸尿裤，老软乎了，软乎到搓吧搓吧，你看，见证奇迹的时刻。老二一出生就有机会走上屁生巅峰，比起老大翟耀达，屁粮可以更丝滑。最重要的是呢，就像我这种心比较大的妈妈，就是有的时候晚上要真说睡大发了，忘给孩子换了，这种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这个黑金帮的内表层有很多透气孔，宝宝的屁屁依然能保持干爽，不会出现湿哒哒的红屁屁。哎呀，你看人家那透气孔的小做工，印花绣制小树叶，树叶充满小细孔。他姥爷说他们小时候也用树叶，就是没有孔。这个因为是新品刚上市，还有优惠活动。咱们呢要讲得了给孩子用桑蚕丝兜尿的排场，也不能忘了用灵魂给自己占便宜的信仰。哎，你们想知道当代辽北知名女网红是怎么在生子过程中被亲生父亲毒害，险些丧命的故事吗？今天给你讲讲啊。我这次生孩子不是在国内生的，关于国内和国外生产之大对比，我会找机会做个专题讲座。咱今天就说其中一个区别，就是打无痛打麻药这个事儿。我在伦敦的时候呢，人家英国的医院也没说不给打无痛，理论上大家都是可以打的。西方文化的特点不就是如此吗？轻轻地将你唤醒，淡淡的带你画饼，为你营造出一种拥有所有选择的幻影。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呢，就他们这种公费医院，它不设置自费项目，就你没有选择，不是说像我这种，就是说家世比较旷的哈，就可以到那儿就我用石油换麻药，先给我拿一滴溜，一半凉的，一半常温的。你只能听他们给你做出的评估，就决定你是有资格还是没资格打。咱也不知道他的评估标准是啥，是看手相啊，是看星盘呢，还是看羊水的反光区它是朝北还是南呢？是问橄榄树啊，是问迎客松啊，还是问骨盆的踢脚线它是朝西还是东啊？反正咱不知道他是靠啥评估的，我是没轮着。完这回在北京生的嘛，我还很胆怯，我寻思一会儿得好好求求医生，就看在我这个1.53米中小型家养犬的这个型号种群的份上，你就给我打吧。结果到点人麻醉师就进来了，问我你要打无痛啊？我说是。完我还装有责任感，我说的没事吧，医生，你能不能对孩子有影响？完人麻醉师说的，你刚完说你酒都喝了，你现在告诉我你还怕这点麻药啊？当时我会意的挑起了我的6根眉毛，我说粉丝。麻醉师淡淡一笑说，看过视频没关注。然后他就开始考察我的这个脊柱嘛，然后他问我你多高？我一听真不是粉丝，我说我1.53米。他说别谎报，说实话。我说身高体重这种事儿，你要是听说1.68米92斤这种数字，这是属于谎报的嫌疑分子。你100度谁都1.68米92斤，但是你听过谁谎报自己说1.53米194斤，有意思吗？你难道不觉得我们早就看开了吗？完麻醉师说的那也得问，曾经有一个女明星本来1.53米，非说自己1.6米，结果导致脊柱测评失误，麻药打错地方了，我估计麻脚后跟上了，硬生的。多好强个人！我说那好吧，被你看穿了。我实际上1.21米，我内增高后你看不出来。你关注一下我，我给你发链接。然后我就被打了无痛，根本就没有那英国那个虚头巴脑的事儿。而且我都生完了，人家麻醉师还给了我一个伴手礼吧，就是麻醉师给了我一个盒装遥控器，说我实际上还跟这个麻药连着呢。等到我回到病房以后，肯定还会疼，然后感觉非常疼的时候，就可以摁一下这个键，他就会再给我一点药缓解一下。就那意思就是管够。我说你别整那没用的，赶紧收回去，人俺自己家有。麻醉师说的别撕吧，人给你的啊，你给孩子的，完给我塞被窝了。然后我不就被推回病房了吗？我爸在病房等着我呢。
对，就是那位之前视频里提到的，我羊水都破了，却只顾着执着的跟着我身后拖地的那位追梦男子。没让我爸进产房嘛，完事儿我被推回来了，我爸赶紧跑到我病床前，就是他挺惦记的，跟我说一宿没睡觉，就是等我消息了。但是我怎么就记着我在产床上就听着了他辽北独一份的这个野狼哭白活的呼噜声呢？我感觉我那个可爱的麻醉师都快被我爸这呼噜声给打吐了，就差一点就拿起手中的武器出去给他注射了。然后我爸问我咋样，我说还行，你把我这个床摇起来。我爸说咋摇？我说我手边肯定有遥控器。然后我爸就摁了，摁完问我够高不？我说不够，再摇。然后我爸就又摁了，我就还不够高，他就还摁。后来我就感觉床没高，我高了。我就感觉他怎么每次调床，我这后背一凉呢，滋滋的，舌头都大了。后来我就顿悟了，我手边俩遥控器，我爸拿着那个麻醉师给孩子那遥控器，这会儿竟鼓捣他了。慈父给女儿病床摇高1.5尺，手中泻毒药可灭一筐小白鼠，横批你摁你也麻。我说赶紧停，我爸问我再摇是不是到头了？我说那正经要到头了。我幸亏看一眼你手里边遥控器，你再摇2下子给我摇走了。